嗨，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。哎，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生活好像常常不太受控，充满了不确定感？很多人嘛，就是试过各种方法，想让日子顺一点。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啊，他说，如果我们用老方法、旧眼光去看，效果可能真的蛮有限的。他提出一个叫做 Transurfing 的观点，听起来有点奇妙，甚至可能让人觉得不太能相信。说什么？我们有能力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样貌，掌握自己的命运呢？对啊，这本书其实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。他说你不用马上就信，真的，他反而是邀请你去自己试试看，去验证。而且啊，他跟市面上很多那种强调你要改变自己的书很不一样。哦，怎么说？很多书都会跟你说，哎呀，你想成功、想快乐，就要做这个练习、那个冥想，深刻反省自己哪里不好，对不对？好像所有的问题根源都在于，我们自己不够完美。没错，没错，常常有这种感觉，好像得先把自己修好才行。但这本书就提出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点，他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改变自己呢？或许解决问题的关键根本就不在于拼命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，可能是要换个角度，换一种跟世界互动的方式。好，那这个 Transurfing，我们来拆解一下好了。书里的核心概念，你刚刚有提到那个选择空间，对吧？想象起来，它就像一个无限大的资料库，里面存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剧本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，全部都在里面。对，可以这样理解，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资讯场。然后书里说，在某些条件下，我们思想的能量可以去点亮，或者说实现这里面的某一个剧本。可是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被动，就等着思想自己去点亮吗？我们能更主动去选择吗？书里有提到吗？问得很好，这就要讲到书里另一个很关键的比喻了，就是那个选择之镜。想象现实生活就像一面镜子，它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内在投射出去的那个形象，或是说思想。但重点是，这面镜子它有延迟，就像我们照镜子一样嘛。你换个表情，镜子里的影像不会瞬间就变，会慢一点点。啊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，我明明已经转念了，怎么情况还是老样子，会有那种挫折感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延迟感。然后书里解释要实现剧本，靠的不是许愿那种力量，而是透过意图。意图。对，意图，而且它还分两种，一种叫内在意图，内在意图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，专注在过程，自己很努力去行动、去争取、去打拼。很用力那种。对，但另一种叫外在意图，这个就比较特别了。外在意图是指你专注在那个结果它会自己实现的状态。Transurfing 强调的就是要运用这个外在意图。也打个比方，就像你去餐厅吃饭，你是在菜单上选择你要的菜，对吧？嗯，然后你就相信厨房会把它做出来给你，你不会自己冲进厨房，费尽力气去煮那道菜吗？哇，这个比喻很清楚诶，选择而不是争取。所以，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，重点不是用蛮力去硬拼去达成目标，而是去调整我们里面的状态，去选定那个我要的结果。哎，对，可以这么说，核心是这个。那具体来说要怎么做呢？有什么方法吗？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技巧就是去降低重要性。重要性。对，重要性，书里提到，当你对某件事情、某个目标看得太重、太重要的时候，就是赋予它极高的重要性的时候，会产生一种书里叫做过剩位能的东西。这种能量太强、太不平衡了，反而会引发宇宙的平衡力量来，阻碍你，让事情变得更困难、更不容易达成。真的假的？所以太想要、太用力，反而会把事情搞砸哦。嗯，可以这样理解，过度的渴望，那种紧张兮兮的状态反而不好。书里建议，不如保持一种平静的决心，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，然后去选择它会发生。同时要放下那种
我非得到不可的执念，降低了重要性，你整个人会比较平静，比较客观，也更能接受到来自那个选择空间的一些提示或机会。这个让人想到书里是不是也提过，有些东西会来干扰我们，好像不只是自己给自己太高的重要性，还有别的。没错没错，书里把那些东西叫做摆荡 （pendulums）。摆荡，对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些独立的能量资讯结构，像是某种集体的思维模式啦、情绪场啦，比方说群众的恐惧、愤怒，或者是一窝蜂追逐的流行趋势，这些都可能是摆荡。这些摆荡会做什么呢？他们会诱发你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，然后吸取你的能量，来让他们自己变得更强大。哇，听起来有点像能量吸血鬼耶。那怎么办？要跟他们对抗吗？Transurfing 的建议很有意思哦。他不建议你去对抗，因为你去对抗他，其实也是一种投入能量给他的方式。哦，对，更好的方法是你要有意识的去辨识出他们，然后选择不反应，或者说去熄灭他们对你的影响力。就像有人故意想激怒你，但你选择不生气，平静以对，那对方就没办法从你这里得到他想要的能量了，对不对？有道理。所以降低重要性，其实也有助于脱离这些摆荡的控制。了解了，了解了。所以这样回过头来看哦，如果生活感觉像一艘在水里打转的小船嘛，Transurfing 提供的方法好像不是教你更用力的去划那个桨，也就是说，不是强调内在意图或一直想改变自己，也不是叫你去跟那个水流硬碰硬，去跟摆荡搏斗，而是第一步先稳定自己的内心，把那个过高的重要性降下来，然后看清楚所有可能的航道，就是那个选择空间。接着用一种平静的决心，也就是外在意图，去选择你想去的那条路，相信风跟水流，也就是那个现实之境，最后会把你带到目的地。这个比喻哦，我觉得蛮贴切的。比如说像准备一个很重要的面试好了，与其超级焦虑，觉得非成功不可，那样重要性就太高了，可能还会被恐惧的摆荡抓住。对，不如就是平静的去准备，然后选择自己会展现最好状态，得到理想结果的那个剧本。没错，核心概念就是这样，从一种跟现实较劲、对抗的模式，转换到跟现实共舞的模式。而那个改变的起点，始终都是那个投射到现实之境的你自己。好了，那这一次的探索差不多到这里了。这个 Transurfing 的概念，确实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，让我们重新看待自己跟现实的关系，还有如何更有意识的去塑造自己的体验。关键好像真的不在于很费力的去改变外面的世界，或者拼命改造自己，而是去调整我们内在的意图、我们的焦点，还有那个重要性的设定。这也留下了一个蛮值得玩味的问题啦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某种程度上选择自己的现实剧本，那这对于我们理解所谓的自由意志啊、命运啊，又代表了什么呢？或许这是我们可以继续去思考的。别忘了把这一瓶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，咱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